你越能看见生命的善意，越能吸引善意靠近。这句话真正开始在我心里发生作用，是在我某一天忽然醒悟，原来生命并没有我以为的那么冷，只是我曾经太专注在风雨而忘了抬头看看光究竟落在哪里。过去很长一段时间，我总觉得自己被命运捉弄，被世界忽视，被生活推着跌跌撞撞。于是我把注意力放在受伤的地方，放在缺失的地方，放在那些没有按我期待发生的事上。久而久之，生命在我眼里就像一条总是逆流的河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在混乱中突然停下来，不是因为变得坚强，而是因为疲倦。就在那个什么都不想抓的瞬间，我竟然看见生命其实一直有善意，只是被我匆忙与恐惧遮住了。我开始回想那些以为失败的转弯，后来都带我走向更好的地方。那些以为是拒绝的瞬间，其实是宇宙在替我关掉错误的门。那些以为是不幸的停滞，其实是让我避开了某些伤害。那些以为是孤单的时刻，其实是让我回到自己身边。当我越能看见这些善意，我越能明白，生活不是要我受苦，而是要我学会更温柔地与自己同行。于是我开始练习把注意力放在生命的柔软上。我看见陌生人的一个微笑能让我心里的压力松一点，我看见某段纠结突然的理解能让我呼吸变得深一些，我看见那些以为微不足道的小幸运，其实都是你被照顾着的证据。而最奇妙的是，当我越看见善意，善意就越靠近我。我遇到更多愿意真心交流的人，遇到更多让我安心的机会，遇到更多不必用力的关系，遇到更多像是被轻轻拖住的时刻。不是世界突然变好，是我愿意用更柔的眼睛看它。后来我才懂，善意不是运气，善意是一种共鸣。你看见什么就会吸引什么，你相信什么就会看见什么，你的心亮到哪里，宇宙就把光送到哪里。当我越能看见生命的善意，我越能吸引善意靠近，因为那时的我已经成为一个准备好接住温柔的人。当我在混乱中仍找出一点值得感谢的事，一切都开始变顺了。这句话真正开始在我心里沉淀，是在我某一天几乎被情绪淹没，被事情推着走，被压力拉着跑，却在一个极其短暂的停顿里，突然感觉到一丝微弱却真实的安稳，像是混乱缝隙里透进来的一道光。那一刻我才明白，混乱并不是完全的黑，它其实藏着许多讯息，只是我以前忙着对抗，从来没有低头看看混乱里是否仍有值得被珍惜的地方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在困难里只能看见困难，在重压里只能看见失控，在迷惘里只能看见空洞。我把注意力放在缺乏，放在错误，放在延迟，放在那些让我无力的事上，于是整个世界都像在朝我涌来，像要把我吞没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累得不想再分析，不想再挣扎，我只是很安静地抬头看了一眼窗边落着的光。那光不是什么奇迹，只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阳光，却在那一刻让我突然对生活升起了一句完全出乎意料的话：谢谢你还给我光。这一句话像是替我打开了一个新的出口。从那天起，我开始练习在混乱里找出至少一件值得感谢的事。有时是我还有力量面对今天，有时是某个人无意的温柔，有时是身体愿意陪我撑过情绪，有时是一杯热水让冰冷的心稍微暖了一点，有时只是呼吸没有崩掉，有时是我还愿意相信明天。混乱依旧在，但我不再只看见混乱。感谢像是一根细细的线，在我快被拉断的时候把我接回来，把我稳住，把我从无力里慢慢带回清晰。我越能在混乱里找到那么一点点好，生活越不再像敌人，情绪也不再像洪水，甚至连身体都慢慢松开，像在说，你终于不是在跟自己作战了。而真正的奇妙是，当我开始感谢，混乱真的变顺了。不是因为事情立刻好转，而是因为我的心态改变，能看到希望的心会吸引更顺的路，能记住光的眼睛会引来更多光，能保持柔软的灵魂会吸引更柔软的安排。
我发现困难开始变得容易被理解，问题开始出现解法，那些我以为会一直困住的局面竟然慢慢松动，那些本来没有出口的焦虑也像被轻轻地推开了一条缝。不是因为混乱消失，而是因为我不再被混乱控制。感谢让我在风暴里仍能握住自己的方向。后来我才明白，感谢不是要把痛变成甜，也不是假装没事，感谢只是让我从黑暗里找到一个能依靠的亮点，而那个亮点会慢慢引我走向更光的地方。当我在混乱中仍找出一点值得感谢的事，一切真的开始变顺了，因为我把自己的能量从被生活追赶转成了被生活支撑，而宇宙也会在那一刻回应我。既然你愿意看见小小的好，我就再把更多的好放进你的生命里。你越能看见被支持的证据，越能吸引更多支持。这句话真正开始在我心里变得踏实，是在某一天我忽然意识到，原来我并不是一个人撑着所有的事，只是我过去的眼睛一直盯着失望、缺乏和无力，以至于那些正在默默拖着我的力量都被我错过了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以为自己是孤单的，以为这个世界对我冷淡，以为遇到的每个难题都是要我硬着头皮扛。于是我把注意力放在谁没有回应我，哪里还不足，哪些地方还不顺，那些我得不到的比得到的都大声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在一个平凡到不起眼的瞬间，忽然被一股温柔轻轻推醒。那天我很累，心里沉得像石头，却收到一个朋友简单的一句关心，不华丽不隆重，但胸口像被谁轻轻接住。那一刻我突然懂了，原来被支持的证据一直都在，只是我以前从未停下来看。于是我开始练习把注意力放在那些我其实被支持着的细节里。比如当我觉得快撑不住时，总有一个人刚好伸出一句话；当我觉得被世界推到角落，总有一个方向突然亮起微光；当我觉得迷失，总会出现一个提示，一个巧合，一个直觉引我往前。当我觉得生活很重，身体依然陪我撑过每一个难熬的夜；当我觉得自己一无所有，其实我还有呼吸，还有心跳，还有灵魂还愿意往前走的力量。这些微小的证据，我以前不以为意，但当我愿意看见它们，竟然让我越来越稳。我越看见被支持，越觉得世界没有我想的那么冷；越看见被支持，越觉得生命正在替我铺路；越看见被支持，越能放下那种我只能靠自己的孤单；越看见被支持，心里越开始相信我其实值得被拖住。而很奇妙的是，当我越能承认自己被支持，我真的开始吸引到更多支持。我遇到更多愿意伸手的人，遇到更多愿意倾听的耳朵，遇到更多愿意交换真心的灵魂，遇到更多刚好符合我需要的契机，遇到更多能让我放心的安排。支持不是突然而来，支持是被看见之后才会在我生命里慢慢聚集。因为看见是一种召唤，是一种频率，是一种告诉宇宙我愿意被接住。以前我太习惯逞强，以为依靠是软弱，以为被支持是一种奢侈，却不知道愿意被支持是一种力量，是一种深层的信任，是一种与世界和解的方式。后来我才明白，世界不是不帮我，是我不相信他会帮我。而当我开始相信，开始看见，开始承认，那些支持就像被唤醒，从四面八方向我靠近。你越能看见被支持的证据，越能吸引更多支持，因为世界永远会回应你正在相信的事情。而当你相信自己值得被拖住，宇宙也会张开手带你走向更轻、更稳也更有爱的地方。当我意识到每一次相遇都有意义，我终于懂得感谢命运这句话真正开始在我心里沉淀。是在某一天，我回望自己走过的路，突然发现那些我以为只是偶然的遇见，那些我以为只是路人的影子，那些我以为只是生命里的过客，其实都在我人生的某个角落留下了不可替代的痕迹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对命运有着深深的疑惑，觉得它安排得太突然、太残酷、太没有章法。那些让我心痛的相遇，那些让我措手不及的告别，那些让我迟疑、激动、
混乱的瞬间，我都以为是命运的捉弄，是一场我无法控制的波动。但当我慢慢长大，慢慢能够停下来看自己，我才发现每一次相遇其实都曾悄悄为我调整方向。有些人来是为了教我爱，教我敞开，教我如何让心变柔软。有些人来是为了教我痛，让我看见自己的界限，让我发现自己哪里还没学会保护自己。有些人来是为了提醒我值得温柔，值得被理解，值得被好好对待。有些人来只是短暂的靠近，却在离开后让我更清楚自己需要什么，不要什么，渴望什么，不能再忽略什么。原来那些停留太短的人教会我珍惜，那些停留太久的人教会我放下，那些来得很突然的人教我准备，那些走得很安静的人教我成熟。而我越能理解这些意义，越能在心里真正的松开，不再怨，不再悔，不再困在为什么会遇见他，或为什么最后是这样的回圈里。我发现命运没有要我痛苦，它只是用人的方式带给我人生最重要的课程。他用一段关系让我看见自己的匮乏，他用一场别离让我看见自己的依赖，他用一次心动让我看见自己的渴望，他用一个错失让我看见自己的犹豫，他用一次相遇让我看见自己正在成为谁。当我越能明白每个出现在我生命里的人都不是巧合，而是讯息，是桥梁，是提醒，是推我往前的力量，我越能感谢命运。感谢他安排那些我以为太痛的故事，用心痛带我看见真相。感谢他安排那些我以为失败的选择，用迂回带我走向正确的方向。感谢他安排那些让我变得柔软的人，让我知道我值得温柔。感谢他安排那些让我变得坚强的人，让我终于能保护自己。命运并不是我要不断猜测的难题，它是一路陪着我成长的伙伴，只是我以前看不懂它的语言。后来当我开始相信每一次相遇都有意义，我突然不再害怕开始，不再害怕结束，不再害怕靠近，不再害怕离开。因为我知道生命不会随便让某个人进入我的世界，也不会无故让某个人离开。每一次靠近都是礼物，每一次离开都是方向，每一次重逢都是回答，每一次错过都是保护。当我意识到这一切，我终于能对命运说，原来你一直都在为我，而不是对我。而我也在那一刻真正的开始感谢他。你越能感谢生命的安排，越能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时机。这句话真正开始在我心里变得柔软，是在我某一天回头望过去，突然发现那些当时觉得太晚、太痛、太突然的事情，其实都在最刚好的时间发生，只是当时的我还没有足够的眼光去理解它的慈悲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以为自己被时间辜负，以为好事总是慢一步，以为想要的总是得来不易，以为努力没有回应，以为生命刻意让我等待，让我绕远路，让我承受那些我不懂的试炼。那时的我习惯焦急，习惯觉得现在就该发生，习惯觉得再晚就来不及，习惯用恐惧衡量时间，用匮乏衡量人生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突然体会到，那些我以为失去的时机，其实是在保护我；那些我以为延后的愿望，其实是在替我准备；那些我以为不该出现的困难，其实是在强化我的内在，让我能承担更大的祝福。那一刻，我明白，生命不是忽略我，只是比我更清楚什么时候我准备好了。于是我开始练习感谢生命的安排。我感谢那些延迟，因为他们让我遇见更成熟的自己；感谢那些曲折，因为他们让我学会更稳、更柔软；感谢那些短暂的低潮，因为他们让我听见心里真正的声音；感谢那些没能走下去的关系，因为他们清理了不属于我的命运；感谢那些被迫停下的日子，因为他们让我看懂该往哪里走；感谢那些当时痛得无法呼吸的瞬间，因为他们把我推向了更真实的版本。当我越能感谢生命的安排，越发现所有的还没，其实都是还在路上；所有的太晚，其实都是刚刚好；所有的为什么现在，其实都是因为此刻最适合。
我越感谢，越能相信生命并没有和我作对，它只是按着我灵魂的步伐温柔地推着我往前。而奇妙的是，当我越能相信时机，越能在每一次等待里保持平静，越能在每一次延迟中找到意义，越能在每一次失望后重新站起，越能在每一次绕路时发现原来我正在靠近更好的事情。后来我才懂，人生最困难的不是等待，而是相信。相信没有被遗忘，相信没有错过，相信所有的发生都有它的理由，相信生命比我更明白我需要什么。当我越能感谢生命的安排，我越能放心把自己交给时间，不急不慌，不再要求答案立刻到来，因为我知道，当我准备好，生命会以最温柔的方式把最适合的事放在我手心里。你越能感谢生命的安排，越能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时机，而当你相信所有的等待都会变得轻盈，所有的路都会变得清晰，所有的未来都会慢慢靠近你。当我愿意看见祝福，祝福就会成群结队靠近。这句话真正开始在我心里亮起，是在我某一天忽然发现，我不是没有幸运，只是我过去的眼睛太习惯盯着遗憾、缺口和不如意，以至于那些一直存在的好都被我忽略了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觉得生活对我吝啬，觉得世界总是慢半拍，觉得好事离我很远，觉得别人的道路总是比我顺，而我的每一步都像在逆风前行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在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早晨，感受到胸口突然的一阵平静，很小，却真实，像是生活在试探地问我，你能不能先看见我给你的这一点点好？那一刻我仿佛明白了什么，于是我开始练习看见祝福，不是那些巨大的足以改变人生的惊喜，而是那些细微到容易被忽略的光点。有人愿意听我说话，就是祝福。今天比昨天轻松一点，就是祝福。跌倒后还有站起来的力气，是祝福。迷路时仍有直觉牵着我，是祝福。心碎后仍愿意去爱，是祝福。有地方可以回家，是祝福。有一天没有太多波澜，是祝福。早晨的阳光还愿意照进来，是祝福。当我越能看见这些微光，生活开始在我眼里变得不同。原来并不是祝福稀少，是我以前没有准备好去承认它们存在。而非常奇妙的是，当我愿意看见，祝福真的开始靠近，不再是单独一个，而是一群一群，像被召唤一般。我发现一些刚好的事情开始发生，刚好遇到能帮我的人，刚好看到能提醒我的句子，刚好躲过了不适合的选择，刚好等到更成熟的自己，再刚好收到一个久违的温柔。祝福像是被打开的水流，越流越顺，越流越丰盛，因为我终于愿意接住。后来我才懂，祝福不是突然出现，祝福是被看见之后才会开始增长。因为看见是一种感谢，是一种对宇宙释放的讯号，是一种温柔的允许。当我愿意看到祝福，宇宙就明白，我准备好接受更多了。于是它开始把更多温暖，更多巧合，更多机会，更多轻盈，更多贴合我灵魂的安排，成群结队的推向我。祝福是会聚集的，是会回应的，
是会被你的眼光唤醒的。当我愿意看见祝福，祝福就会成群结队靠近，因为那一刻的我，已经成为一个值得被好事环绕的人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